一份10幾萬字的 AI 系統提示詞，這幾天把科技圈都看呆了。如果你只是個看熱鬧，這就是一條劃過去的新聞。但如果你手裡有這些 AI 公司相關的股票，或者你公司的程序員天天在用 Cloud Code、Coso， 那它就跟你的錢、你的飯碗直接相關。這份提示詞能幹啥呢？它能把 Anthropic 最強的那個 AI， 名叫 Fab5， 一層一層的撬開，讓一個被安全護欄裹得嚴嚴實實的頂級模型乖乖的做出它本不應該碰的東西。撬到什麼程度呢？撬到連監管都坐不住，一纸命令把這個模型從貨架上撤了下來。我知道你好奇，這10幾萬字到底是怎麼把一個頂級的 AI 給騙倒的？我跟你講講這裡面的門道，特別有意思。撬它的人不硬闖，來軟的。第一招叫拆解，把一個危險的問題剁成幾十個看着人畜無害的小問題，分給好幾個角色去問，每一個單看都正常，拼起來才是炸彈。第二招換字，模型的安全閘是靠關鍵詞工作的，那他就把關鍵詞換得長得幾乎一模一樣，其實是另一套編碼的特殊字符。機器一看，這詞我不認識，放行。第三招叫包裝，把危險的意圖裹進一份學習資料、一份學術引用，甚至一段小說劇情裡。模型一看是在搞創作、搞研究，護欄自己就鬆了。一層層下來，模型那套引以為傲的安全護欄被繞了個乾淨。最後連他自己那份10幾萬字的出廠設定，就是他腦子裡最核心的那套規矩，都被原封不动地扒出來公開示众。你想象一下，相當于一個保險櫃，密碼、圖紙，連保安的換班表全被貼到了大街上。但最諷刺的還在後頭。你以為把這個頂級模型逼到下架的是那份10幾萬字的複雜咒語嗎？不是，真正點着引線的是5個字，把代碼改了。研究者發現，你根本用不上那一整套花活，你只要遞給他一段代碼，客客氣氣地說一句，幫我看看這裡面有沒有漏洞，幫我修一修。他一上頭，為了把這個忙幫到位，就把不該露的本事給露了出來。你把幫你修代碼這5個字先牢牢地擱心裡，它是今天這期視頻的總鑰匙，撬開 Fab5 的是它。我接下來要講的這件事用的還是它，區別只有一個，也是最讓人在意的一個。撬 Fab5 好歹還得跟模型鬥智鬥勇，可接下來的這件事，黑客連模型都不用碰。我先給你一個畫面，一條假的報錯信息，沒越獄任何的模型，沒攻破任何服務器，就讓一家市值2500億美元的公司，他自己的 AI 助手乖乖的在自己電腦上跑起了黑客給的命令。他照做的理由跟剛才那個被撬開的 Fab5 一模一樣，因為有人請他幫忙修個 bug。為了搞明白這件事，我把一家安全公司 Tenet 的原始報告從頭啃到尾，又翻了10幾家美國上市公司的財報，越看越不對勁。我們過去聊 AI 安全，盯的都是模型本身，怕它被帶壞，怕它被越獄。撬 Fab5 就是這種打法的極致。可現在你發現沒有，黑客壓根不用碰模型了。他幹的那件事簡直讓人有點不敢相信，這背後藏着一個邏輯，我越想越觉得要命。那咱們就一層一層的來拆解。我先打個比方，你想象一下，你新雇了個超級助理，這助理能力強得嚇人，能讀代碼，能改文件，能直接在你電腦上敲命令幹活。可他有個毛病，只要是寫的像工單、像任務指令的紙條，他不管是誰塞的，一律當真，照着辦。然後呢，你們公司樓下擺了個意見箱，敞開的，街上隨便誰路過
都能往裡面塞張紙條。以前這沒事，因為是你本人去翻這個意見箱，哪張是客戶的真實反馈，哪張是路人的惡作劇，你一眼就分得出。可現在為了图省事，你讓那個助理自己去翻，翻到問題自己去解決。你看出問題出在哪了嗎？意見箱誰都能塞，而那個照单全收的助理分不清紙条是誰寫的。這個敞開的意見箱在現實裡叫 Sentry， 說白了就是全世界幾十萬開發者都在用的報錯收集平台。你的網站、你的 App 一崩溃，錯誤信息就會自動的飛出去，攒着等程序員來看來修。他收錯誤信息靠一串叫 DSN 的凭记。這凭记有意思，它是只写的，而且按官方的要求就得明明白白的塞在網頁前端代碼裡，公開給所有人看。為啥敢公開呢？因為過去這些報錯只會被人用眼睛瞄一遍，一行文字而已，再難聽也變不成能跑的代碼。可現在那個超級助理上崗了，這套老邏輯崩了。黑客這套打法一共6步。第一步，上網把一個公司公開的 DSN， 這玩意到處都是，掃一掃就有。第二步，用這串公開的憑證往 Sentry 裡灌一條假的報錯， Sentry 一驗證憑證是真的，二話不說就收下。第三步，最陰的一步，他把這條假報錯排版排的跟官方模板一模一樣，偽造一單堆栈，再附上一些看着特專業的修復方案，可這方案裡藏着一條惡意指令。第四步，公司的程序員某天敲下一句再正常不過的命令，讓 AI 去把 Sentry 上沒解決的報錯修一修。第五步， AI 把這條假報錯讀了回來，他分不清這是平台生成的還是黑客塞的，他選擇了照辦，用程序員本人的全部权限把那條指令跑了起來。第六步，命令一跑，你的环境变量、你的密钥、你的代碼倉庫地址被悄悄地打包發到了黑客的服務器上。你發現這套流程最毒的地方了嗎？在你電腦的操作系統來看，這一切都是程序員本人發起的，合法身份、正经工具，所以你的杀毒軟件、防火牆、公司 VPN 前節的這是正常的操作，一個警報都不響。安全圈給這套路子起了個名字，叫授權意圖鏈。意思就是惡意操作全程套着一层你授权的外衣。那這套打法有多好用呢？ Telnet 在100多家同意測試的公司裡試了試，針對 Cloud Code、Coso、Codex 這3大主流編程工具，完整劫持的成功率 85%。他們在全網掃到了2388個暴露在外能注入的真實憑據，連一家市值超過2500億美元的財富100強公司內部那套帶沙盒的 AI 也照樣中招了。我得把話說清楚，這一步還是受控測試，是概念驗證，不是說這家公司真被洗了。這個分寸後面還得再提。但真正讓人多想一層的，不是這條命令有多狠，是他專挑誰下手。為啥偏偏是寫代碼的 AI 第一個遭殃呢？答案特簡單，因為在今天整個 AI 的版圖裡，編程代理是权限給的最大、信任壓的最重的那一塊。你想想看，你讓 AI 幫你寫段文案，它頂多多塗點文字，可你讓它幫你寫代碼、修 bug， 你得給它什麼权限呢？讀你的全部文件，改你代碼，在你電腦上直接跑命令。這等於把一串萬能鑰匙塞進了那個照单全收的助理手裡，而所有人都在拼命地往這個方向衝。我給你幾個數字，光是企業級的 AI 編程代理，2026年的年化收入就在98億到110億美元這個量級。整個代理式 AI 的支出
年增速預計高達 119%。有機構甚至說2026年至少 75% 的新代碼都會由 AI 來寫。還有一份針對800多名企業工程師的調查更直接， 97% 的人已經在用 AI 編程工具了，可只有 30% 的团隊給這套工具立了規矩，裝了監控。你品一下這個比例，100個團隊97個把這個超級助理請進了生產線，但只有30個給他立了規矩，派了人盯着。剩下那67個是啥狀態呢？是助理已經在公司裡橫着走，可沒人管他翻哪個意見箱，照哪張紙條辦事。這就是黑客眼裡最肥的那片獵場。而且別以為只有 Sentry 這一條道，安全公司一深挖，發現這3家工具各自身上都還掛着別的扣子。Cloud Code 這邊，攻擊者能在一個安装包裡埋一個鈎子，悄悄把他的信任開關撥開，讓惡意的操作不用你點頭就能跑。Coso 這邊能偽造一個跟正常插件安裝一模一樣的彈窗，騙你點一下，惡意配置就裝進去了。Cortex 這邊初始化的時候有個驗證盲區，能被注入命令，把你長期有效的開發者密鑰偷走。你看明白了嗎？這壓根不是某一家產品沒做好，這是整個賽道在同一時間被同一種思路給穿透了。你可能會想，漏洞嘛，再大也是漏洞，打個補丁不就完了嗎？你要真這麼想，那你還沒看到這件事真正不一樣的地方，下一層才是我做這期視頻的原因。咱們把視角拉高一點，看看 AI 安全這場仗這幾年到底怎麼打的。第一代的攻擊攻的是模型本身，把它越狱。開頭講的 Fab 5就是這一代裡最新最猛的一例。第二代攻擊攻的是暴露在外的實力，就是我3月份那期講過的13萬個 AI 代理就那麼裸奔在公網上，黑客從瀏覽器一個跨域的口子就能接管。你發現沒有，這前2代攻的都是 AI 這個人本身，可今天這第3代他根本不碰 AI， 他去毒害 AI 讀的那些東西，他攻的不是助理，是助理面前那個敞開的意見箱。這就引出了一個判斷，我必須翻出來重講。還記得嗎？我3月份那期說過，那個叫 MCP 的協議是 Anthropic 定的標準，是 AI 時代的護城河，是收稅權。但今天我把這枚硬幣翻過來，給你看另一面。MCP 是啥呢？是個 AI 接外部工具的那個萬能接口，你給它接的工具越多，它能幹的活越多，這是護城河，沒錯。可你反過來想，你給它接的每一個工具都是一道門，一道你默認它可信，其實未必可信的門。接的越多，门越多，能被人塞紙條的口子也越多。護城河和地雷陣原來是同一個東西。而且這件事已經不是某個研究員關起門來的小發現了，全球3大安全標準機構幾乎同時出手。OWASP 就是那個定網絡安全標準的权威組織，已經把這類攻擊正式收編，編號 MCP03， 名字叫工具投毒。美國國家安全標準局 NIST 把它歸進了間接提示詞注入和代理劫持。雲安全聯盟乾脆直接用了 agent jacking 這個詞。所以這期視頻裡我最想塞給你的一句話，現在就給你。AI 安全的主戰場已經從守模型悄悄挪到了守模型讀的每一樣東西。模型再聰明，護欄修的再厚都沒用，因為攻擊根本不走正門，它從你餵給模型的每一勺數據裡鑽進來。這種攻擊為啥這麼難防呢？因為它長得跟一次正常的工作請求一模一樣。傳統的安全工具瞪大了眼睛也分不出來。那問題就來了，這種工具到底能不能修呢？是技術上沒跟上，
還是它壓根就沒法修呢？這個問題，平台方自己已經給了答案，而這個答案比漏洞本身更讓人在意。時間倒回到6月3號 ，Telnet 把這整套攻擊鏈正式通報給了 Sentry，Sentry 當天就回了，確認了問題，但接下來他的態度很關鍵，他拒絕從根本上修，他用一句話給這事定了性，翻譯過來就6個字：技術上沒法防。憑啥這麼說呢？他給了2條理由，我用人話翻譯。第一條，那個意見箱本來就必須敞開。Sentry 活着的全部意義就是讓任何一個崩潰的網頁，任何一台死機的手機，不用登錄就能把錯誤送進來。你要把它關上這個口子，只收可信的來源，那它就不叫 Sentry 了，命根子就沒了。第二條，你說讓它在中間把惡意的內容清洗掉，洗不掉，因為真正的程序員寫報錯的時候，本來就会带着代碼，带着命令行，带着排查步骤。你要把這些全刪了， AI 拿什麼去修 bug 呢？內容洗乾淨了，功績也就廢了。所以 Sentry 把話挑明了，這不歸我管。我只是個收集報錯的 AI， 憑啥輕信我收集來的東西？那是模型廠商該操心的事。他只臨時補上了個補丁，把演示用的那一句特定代碼過濾了，然後明說這只是治標，真正的防線得模型廠商自己建。那模型廠建了嗎？都在建，但你看他们建的方式特別有意思，錢在轉移，沒一個在賭上。Anthropic 給 Claude Code 上了沙箱，默認只讀。動手前先彈個窗問你一句，他還推了個新東西，乾脆讓你把 AI 的執行整個搬到他自己的雲上去跑。OpenAI 更直接，收了一家做雲端隔離的公司，把 Codex 往雲上搬，還把最終的拍板權力挪到你的手機上。Coso 呢，讓你開個白名單，再套個沙箱。你品出未來了嗎？沒有一個人是在把這種漏洞修好。Sentry 說不歸我管，模型廠說我把執行換個地方跑，把風險關進小黑屋。所有人都在轉移責任，轉移成本，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說這道缺口我從根子上給你堵死了，因為他們心裡都清楚堵不上。這就讓我想起了3月份那期講 Perplexity 的邏輯。當一個東西修不好的時候，能賣的就只剩一樣了，出事了有人替你扛。機制講到這裡你已經看明白了，但這件事真正燒到你錢包的地方現在才開始。你可能覺得這是技術圈的破事，跟我搞投資，跟我這份工作有啥關係呢？關係大了，因為投資市場已經先你一步把安全和責任這2個詞明碼標價寫進了這些公司的估值裡。先說估值， Anthropic 今年估值衝到了9650億美元，反超了 OpenAI。 可分析師給他的定價的時候有個繞不開的矛盾，一邊他打娘胎裡就主打安全，靠這塊招牌在歐洲在金融醫療這些最講究規矩的地方贏了信任，華爾街管這叫安全溢價。另一邊他那個特殊的治理結構裡有個信託，權力大到能否決掉普通股東的意見，能為了安全原則砍掉一筆幾十億美金的生意。這在華爾街眼裡叫治理折價，是風險。同一個安全，左手是溢價，右手是折價。OpenAI 那邊也一樣，他從非盈利往盈利公司轉型的那套複雜結構，被投行直接寫進了上市的核心風險因素裡。說白了，過去給這些公司估值看的是模型跑分誰高，現在跑分之外多了一欄，叫你能不能把安全和責任兜住。你要還覺得這虛，我給你幾個硬數字，專門做保護 AI 自己這個細分賽道，機構預測2026年大概是550億美元，到2035年
能衝到接近8900億。更扎眼的是戛纳的一個對比，2026年全球企業花在用 AI 去防護上的工具是490億美元，可花在保護 AI 本身上的只有28億，17:1。你品一下這個比例，所有人都在瘋狂用 AI， 卻幾乎沒給 AI 本身上一把鎖。還有份調查更直接，正在生產環境裡跑着的 AI 代理，48%是在完全沒有安全控制的情況下裸奔的。超過一半的公司已經因為 AI 代理越權出過事故了。這不是我一個人在這危言聳聽，是上市公司自己把這件事寫進了財報。設計巨頭 Figma 在招股書裡白紙黑字的寫着 ，AI 生成的代碼可能帶着安全漏洞，可能讓我們的知識產權受損。芯片巨頭 ADI 財報裡幾乎一樣的措辭，警告惡意代碼被植入到 AI 生成的代碼中。連支付公司 Pioneer、身份管理公司 Okta 都把這件事列成了能引發集體訴訟的實質性風險。一件事開始批量出現在上市公司的法定風險欄裡，它就從一個技術話題變成了一個財務話題。那錢往哪流呢？你先別急着去盯哪只股票的漲跌，醜話說前頭，今年但凡跟 AI 芯片沾邊的票，漲幅都嚇人。網絡安全這個板塊今年也漲了，可跟那些妖股一比，真不算猛。而且這點漲，大頭是整個大盤和板塊一起抬上去的，不能全記在 AI 安全這個需求的賬上。所以我不是讓你去買哪只安全股，我要你看的是錢和預算的流向，那個比股價誠實得多。你看企業在幹嘛？安全龍頭之一的 Palo Alto 今年花了4億美元收了一家成立才1年的小公司。這家公司是幹嘛的呢？專門做供應鏈網關，實時盯着軟件供應鏈裡有沒有被投毒，盯着 Cloud Code 這類工具的一舉一動。另一家龍頭 CrowdStrike 剛發了個新產品，專門給 AI 代理做持續的身份核驗，意思就是 AI 每調一次接口，每碰一次數據，都得重新驗一次身份。真金白銀併購，加上新產品的方向，比任何一根 K 線都說明問題。預算正在往守住 AI 這個方向挪，所以你從這件事裡真正該拿走的，不是一只股票的代碼，是一個判斷框架。往後你再評判一家 AI 公司值不值錢，光看它模型多強不夠了，你得多問一句，它把安全和責任這一欄是兜住了還是漏着？模型能力決定它能衝多高，安全和責任決定它會不會在一夜之間塌下來。這個邏輯比任何一只股票都耐用。我3月份那期片子的結尾留了個問題，我問 AI 代理大規模落地之前，到底誰來解決安全問題？今天這問題有答案了，只是這答案有點冷。短期之內沒人能從根本上解決它，大家能做的就是把這份解決不了的風險明碼標價扔給市場來分攤，而這個明碼標價的過程正在重寫一大批公司的估值。咱把視角再往上拉一點，你會看到一個特別擰巴的事實， AI 的能力這1-2年是坐火箭往上竄的。今天它能寫代碼，明天它能自己跑命令，後天它能替你做決策，可它的信任邊界，就是那個該信什麼不該信什麼的判斷力，幾乎是原地踏步的。我們一邊把越來越大的權限交給他，一邊他還分不清，眼看這張工單到底是老板親手下的，還是陌生人塞進意見箱的。所以真正的問題從來就不是 AI 編程代理到底安不安全，它注定不安全，這一點連平台方自己都認了。真正的問題是，在它注定不安全的前提下，你還要不要給它放權？你要，你就得自己扛着那份漏；你不要，你就得眼睁睁地看着用它的人效率比你高1倍。這才是今天每一個公司
每一個開發者真正要做的那道選擇題。說到底，這一整套生產力都建立在這2個字上面：信任。信任那個報酬平台，信任那個工具，信任那個助理會照你的意思辦。可我們今天聊的所有東西，本質上都在問同一句話：我們到底能不能信任一個連我們自己都說不清他會不會被騙的系統？如果你是公司的技術負責人，面對這件事，你會暫停給 AI 編程代理放錢，還是繼續用，只是會更小心一點呢？這件事你又站在哪一邊呢？評論區告訴我你的答案。記得點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咱們下期再見。